不行啊，尸体明显被移动过，你现在抬走的话会破坏现场啊！拿走吧，拿走吧，拿走，拿走，走。哎，师傅，打伞呢？不用，你赶紧去现场看看。哎，行，去吧去吧。好嘞。老关，老关，现场都这德行了，你也没招了吧？现场还是会留下一些痕迹的，等亚楠和技术队完工再说吧。好。周队，今天雨这么大，现场的绝大部分痕迹会不会都被冲走啊？你和老刘往这干嘛来了啊？就是正好今天。哎，老关。真是个不祥之地呀！哎，董涵，消息可靠吗？派出所那边说了，肯定是命案。这个命案哪儿都有，这主要是能不能上头条啊？小罗给我发了照片，你们看一下。我已经找交管局的姐们查了，你们猜这个车主是谁？谁呀？谁呀？李地森。李地森，而且死的还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啊？银少礼呀，这个花花公子，近来他不正跟网上那个长爱打得火热呢吗？哦，如果这个女的要是长爱的话，那可就劲爆喽，肯定劲爆。不过，这么严重的案子，咱能进去吗？别人肯定没办法，但我绝对没问题。你？看我的。那你小心哦。哎，到时候万一出了状况，得让总编保我啊。啊，行。哎，仔细点啊！放心吧。切，你这得收拾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我帮你吧。要不然，咱们把这块地面全部都铲走，回去慢慢筛。你看有道理吧？哎，高哥，去拿把铲子呗。哎，谢了啊。你愣是干啥？赶紧去！哎呦，别淋着，把帽子戴好。没事，我没事。别着凉。来，搭把手。我来帮你。来，往这里装。哎，快点儿！哎呦，切，我屁股进雨了。哎呦，我的妈呀，真凉嘿！怎么样？哎呀，一男一女遭同一利器戳刺致死，男的自左后脑枕骨刺入，穿过枕骨刺入了脑干；女的主要2下，第1下划破了左侧的颈动脉，造成了车内大范围的血迹喷溅；第2下自颅顶骨、颞骨和蝶骨的交汇接缝位置刺入，是致命的一击。2者死亡时间基本一致，都是在凌晨1点到2点之间。遇害后，2具尸体都被重新安置过。颅顶骨、颞骨还有蝶骨，就是太阳穴，整个颅骨骨板的一点。对，就是颅骨最脆弱的部位。小豹，快来！哎，来了！哎，豹哥！啊？技术队在里面吗？他们让我拿这个。哦，在里面忙活呢，快！好。同志，等一下！你好，那个我们是记者，请问这里发生什么状况啊？哎，我们正在工作，你们不要靠近，好不好？哎，您等一下，我们知道这个4号院之前也死过人，和今天这个有没有什么关联啊？哎呀，我们正在工作，都告诉你了，赶快回去啊！请回，你再说一下吧，哎。
我是。你不是。小王，哎，带走。哇！天啊，这鬼天气！这场大雨对现场破坏得很严重，对于法医队和技术队的取证工作影响太大了。要不要在现场值个班？案发已经过去将近10个小时了，大雨对现场冲刷得很严重。对于我们来说，留下的所谓的证据和现场也就剩下这辆车了。要不干脆让亚楠他们把尸体固定在后座上，封死后车窗，把车开回支队再做勘验。目前情况来看，2名被害人应该是在车内发生关系的时候遇害的，很有可能是凶手击碎后车窗以后，从车内把车门打开，在极短的时间内对2名被害人实施了谋杀。不过，有些古怪。古怪。首先，凶手在杀害2名被害人以后，重新布置过现场，也包括被害人的尸体，还有衣物、坐垫，甚至移动过座椅。从行驶证上来看，男性被害人应该就是车主，而车上 GPS 的最后一条记录，就是离这里很近的一个叫火宫俱乐部的地方，有可能被害人昨天晚上去过这个地方。啊，对了，这个手机是我在前排座椅和置物箱之间的缝隙找到的，很有可能是男性被害人故意设置的。嚯，五马，这要是传出去了吧？哼！说话说的不是时候，伤口上撒盐，你最在行。关队问，就这个，怎么样了？唉，不怎么样。这种玻璃一旦碎了，它会形成大部分边缘是钝角的蜂巢式的碎片，很多的碎片呢，它就是这种大概0.3厘米，形状还很相似。我倒想看看关队自己怎样将这堆垃圾拼回去。关队让我们复原它，无非是想知道车窗是被什么东西打破的。那既然所有的形状都一致，我们只需要找出那些形状不一致的、有被外力破损痕迹的碎片，拼出局部的被打击的破损口，这样不就可以了吗？是啊，来，关队，关队。您好，能介绍一下李地生遇害案的具体情况吗？案情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据说陈爱死前被迷奸，能透露一下吗？请问您就是半年前从长风支队离职的关宏峰队长吗？您什么时候又复职了呢？请问您对您弟弟被通缉有什么看法呢？听说李立生死时全身赤裸，如果他涉嫌强奸了常爱的话，那这会不会是一起神秘的暗桩案呢？局里已经责成刘长勇副队长接受大家采访，他会一一作答。刘副队长，关宏峰队长不是离职了吗？什么时候复职的呀？你们一个个问，一个问，什么事？我靠，师傅，这李长2人遇害案新闻已经上了10多万了。谁？刘长勇，这是你干的好事儿啊！董涵被羁押前就已经把照片发出去了。如果我们拿住人，还能把照片要回来。现在可好，人和照片都在外面了。你现在就是把那100万记者都抓回来，你也封不住消息。告诉你，刘长勇，要是因为这事儿破不了案，这雷你丫扛定了，而且你还把整个支队都搭进去了。你火什么？人家是拿着区里的文件来的，现在人走了，你来什么劲儿？发什么火？有火气，你去区里闹去。
你还有理了是吧？不是，你来看这个，看这个。除了案件本身扑朔迷离，我们还在负责案件调查的警务人员中发现了已经离职的原长风支队队长关洪峰。近半年前，关洪峰正是因为其孪生弟弟关宏宇作为263灭门惨案的主要凶嫌遭通缉而受到牵连。至于其何时回到支队工作，以及担任什么职位，长风支队尚未做出任何解释。刘长勇，你他妈是不是诚心的？你什么意思啊？咱们不生气。朱队，老关呢？我问你，关洪峰。哎，就你嗓门大，这全楼道都听见了。这大家都辛苦了一天了，就不能体谅体谅？别体谅了，快点吧！你看看这是什么？都已经这样了，你再嚷嚷也没用了，只能尽快破案，才能平息这场舆论风暴。来，都坐吧，说说情况。哎，你干嘛去了？我刚才在听刘队长的新闻发布会，顺便给交管局打了个电话，调取了一下案发前后现场区域的监控录像。来，快点。经尸检确认，两人的死亡时间可以精确在凌晨1点20分左右，死者的身份均由技术队确认。搞那么麻烦干什么呀？电话直接通着不就得了吗？这可不行啊！万一人家打你电话的时候，正好你是通话，怎么办？哎，我跟你说啊，如果开会直接让我讲什么，我可就没戏唱了。你一定罩住了我啊！等一会儿听我怎么说就是了。轻点儿。男性死者左后脑枕骨处有明显的戳刺伤，该凶器呈三角形锥状，尖端为60度的夹角。凶器在刺穿枕骨后，接连穿透了小脑和大脑枕叶，造成了严重的颅内出血。车内虽然有迷奸药，但是女性死者初步的血检没有检验出类似成分。看来尸检和亚楠在现场的初步推断差不多，继续让技术队介绍情况。那你们这边呢？由于天气原因，现场周围无从寻找足迹，但是也没有发现除了被害人车辆之外有其他的车辆进入现场的痕迹，所以初步推断凶手应该是步行进入现场。从织物座椅上提取到的3枚血迹指纹均为女性被害人的。身份确认得知，男性死者李立生，23岁，著名企业家李善一的独子，曾经因寻衅滋事被我局治安支队拘留，被媒体长期爆料出与演艺界多名人士发生不正当关系。女性死者常梦冉，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一度高调出位的常爱爱，19岁，无前科，也没有犯罪记录。这个是常梦冉的证件照。当然，从现场获得最重要的物证，是被害人在车前座夹缝中用来偷拍的手机录下来的案发视频。这拍的我看不清楚，不开灯啊。刚给大家播放的这段视频是节选之后的。之前李地生曾经一度因为要录制视频打开过车顶灯，后来在常爱的强烈要求之下关掉了。从播放的部分视频中，你可以看出，案发的时候，也就是2名被害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前排座椅是被推到最前方的。但是在杀害2个人之后，座椅被凶手还原了。移动中发生的震动使手机从夹缝中掉到了座椅下面。不过从后面的视频里的声音可以判断出，凶手在车里大概整理了有12分钟左右。整个过程当中，凶手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直到我们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再也没有拍到任何有效信息。问技术队左后车窗是被什么打碎的？那车玻璃呢？根据您的要求，我们拼凑整合了现场玻璃碎片的局部。通过破损处的形状，初步推断出车窗应该是被一个边长为0.25厘米左右的等边三角形锥状利器打破的，和凶器形状一致，等边三角形锥状，60度夹角。
真的是破窗器吗？看来跟凶器的形状很相似啊。那现场有没有发现毛发、织物、脱落或剥落的漆片或者其他 DNA 证据？没有，车里的痕迹被清理得非常彻底。凶手清理现场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清洁剂残留？也没有。不过我们对现场的土质进行了无组存样。这部分意义不大，不过还是例行问一下，被害人的财物、饰品什么的。那被害人的财物啊、饰品什么的呢？没有遗失。那个长爱长爱是自愿与李迪生发生的性行为，当然从黑灯瞎火的视频也听得出来哈。在他遇害之后，没有发现任何性侵害的痕迹。不求财也不好色，你看。目前掌握的线索太少，由于案发时间和天气的原因，找到目击证人或其他残留线索的希望比较小。但还是要辛苦各位外勤探组，尽可能的在周边多做一些走访工作，扩大范围。另外，我已经通知交管局调取监控，这部分技术队跟进一下。从视频里来看，凶手的特征很模糊，尤其是看不清楚凶器的形状。哎，对了，技术队在这方面能做进一步处理吗？恐怕不行。如果我们把视频交到市局总队的技术部，或者是专门的物证鉴定机构的话，那么可以得到高度的锐化处理。总队那边的技术队跟咱们差不多，干脆直接送物证鉴定中心吧。物证鉴定中心那边我去，那边我收，我会让他们尽快给我结果。想必我也不用再发一次火了吧？大家也都知道事态的严重性，都给我赶紧干活。是。让周迅留下。哎，周雪，稍等一下。有事儿。鉴于目前已经泄露太多的信息，以下要说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事实上，现场证据呈现出的最明显特征是，凶手很可能存在某种轻度的强迫症倾向。如果说清理现场是一种反侦查手段，那么叠放被害人衣物、整理座椅靠垫以及还原座椅位置一类的行为，则带有很突出的个人性格特征，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犯罪标记的一类特殊行为。同时，凶手熟练地清理了现场所有可供辨识的证据线索，感觉上这不像是他第一次作案。我大概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在咱们辖区发生过的案件，没有类似的。那我去市局请示，调动警力，去核查近5年全市范围内有类似特征未结的命案。周队，办公室。先等会儿行吗？顾局来了。顾局，你小子是怎么做的保密工作？哎呦，别提了，这区里面正弄这个权大于法的事儿，他们连那个被害人的照片没说这个。市局政治处直接给我来了电话，问关洪峰为什么还在支队参与工作。这不是咱们分局批的吗？只要能破案，咱们内部怎么都好受。可是现在消息传到了社会上，这就有个社会影响问题啊！这不，市局已经给我下了批示，限我1周之内，左手摁着你小子的脑袋，右手举着情况说明，去向1把局长汇报。顾局，这老关回来之后怎么样？咱可都看在眼里啊！你怎么还没搞清楚状况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关鸿飞的问题。如果不能给市局一个满意的答复，连你我呀都得脱衣服。你贿骗的事儿之前没有通知市局，现在市局要求1周内破案，否则不止你一个人离开支队。
所以现在时间非常的紧。要是查遍市局档案，还没有发现类似的案件的话，那就呈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查。凶手绝不是第一次作案，他不止杀了这2个人。本店的招牌意面。你别像看犯人一样看着我。48.5块。你能不能把筛查范围缩小一点？你是不是把那刘英给睡了？啊？我说你能不能把范围缩小一点？气候特征、目标特征和行为特征，那就是暴雨、深夜以及幽会的男女。这3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近乎理想的犯罪环境。情侣约会自然是要避人耳目，深夜户外人迹稀少，而暴雨则会把目击者的几率降低到几乎为0。所以说，我不认为案发这场暴雨只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是凶手刻意的选择。筛查结果一旦确定这是全市范围内的连环命案，市局可能会成立专案组，然后会从涉案辖区各分院局抽调刑侦骨干，协作破案。如果专案组破不了案，那就等着挨公安部的板子吧。如果破了案，这破案不是应该的吗？我是说，如果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侦破，比如1周之内，或者更短。那以专案级别来讲，算是立了大功了。那如果实现这样的结果，是以我参加侦破工作为重要前提的情况下呢？那就能证明局里聘用关老师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行，那就辛苦周队今天晚上带着大家翻案卷了。我先回去睡觉。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觉得呢？这个怎么样？你这样，你再寄2起，880。忙的。好，院长。爸。周队，啊，找到一起。去年向阳区亮马河南草地，暴雨，被害人一男一女，凶手打破后车窗，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周队，
海港区那边来气儿了，也发现2起。哎，老关，怎么样？哎，加上昨天那起，近5年来，全市一共发生了4起类似的案件，1年1起。对，哎呦，2个小时前，总队已经批准成立专案组了，但是襄阳那边人手不够，所以只能调派海港支队的人协同我们办案。周队，海港支队到了。好嘞，哎呀，来了，都起来了啊，干活了，快点！哎呦喂，嘿，哎，我说老周啊，我都调到海港支队了，还甩不开你啊？哥们儿现在是堂堂的支队长，你还在地方窝着当2把手，你这是怎么混的呀？啊？哎，你爬得快，那是摊上好师傅了。海港区刑侦支队副队长赵新成。海港支队赵新成，嗨，您就是关队吧？久仰大名。听说跟周队是同一届的，而且是那一届唯一一个可以跟周队打个平手的。别这么说，我现在只是个顾问。周军已经跟我说了，您在不在支队编制，那都是1把手的地位啊。啊，对了，我也带了个顾问，海明。我们支队韩松阁教授的儿子，主业是律师，是我们队特招的人才。您好，拜读过您写的《野论犯罪2分法》，非常受益。希望有机会能跟你们父子俩好好切磋切磋。您过誉了，父亲那边有些繁忙，我也是被新城临时抓来滥竽充数。那行吧，咱们看看案子，啊，来，走。他是谁呀？不知道。不过韩松阁确实是全国知名的犯罪抛贿专家。从时间顺序上看，海港这2起是头2起啊。根据你给我的筛选标准啊，确实在前年和大前年有2起非常类似的案件。第1起是在林业大学的北墙外，案发当晚下着暴雨，被害人是53岁的男子李某和卖玉米刘某。当时2人是在李某的车里进行性交易，期间车窗被敲碎了。这个2人都是被同一种利器戳死头部致死，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这个车上呢也被整理得一干二净啊，消防栓瓶子也被擦过了。这起也是啊，没有发现任何指纹和其他可供排查的线索。这个尸体有被移动过的痕迹，而且他们的衣物啊也被重新整理过。但最夸张的是，这男的从拉链到皮带被系得整整齐齐，他老二上面还套了个安全套。再就是前年那起，犯罪手法相同，但唯一不同的就是受害人是坐在前排，那女的正在用嘴给那男的。反正总之不管怎样，就是虽然他们都坐在前排，但是这个凶手依然是敲破车窗进行的犯罪。然后那晚也是下着暴雨，所以没有任何的目击证人。细节卷宗里边都有，你们自己看吧。这是我们辖区昨晚的那起，襄阳那起是去年在亮马河附近，被害人是一男一女，车窗也被砸碎了。然后他案发时间大概是在凌晨的2点多钟，里面所有的痕迹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尸体和物件也都被重新摆放过。这案情都差不多啊。老周，你说这个并案侦查有什么实际效果吗？在我看来，这就是1起案子变成4起凶杀案了。在凶手连续作案的情况下，我们从每起案件当中找到其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样就可以找到他新的排查方案。不过，这名凶手跟普通意义上的连环杀手有所区别。他的冷却期很稳定，长达1年，这很罕见。每次打碎的都是后车窗吗？是的，就连被害人坐在前座的那次，凶手也是打碎了车窗的后座玻璃。看来跟天气一样，也是凶手刻意做的选择。
没有可能是因为在车辆出厂的时候，这个后窗的车膜已经做过这样处理了，所以车主不会再贴车膜了，所以凶手会觉得后车窗更容易被击碎？有这个可能，说明凶手从第一起案开始就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犯罪技巧和超高的反侦查能力，而且这么多起案子，他一直保持步骤一致。前2次难免还会有些不一样吧？你们昨天的这起案件当中，推测凶手摆放尸体以及清理车内使用痕迹，大约用了12分钟，但他第一次用的时间似乎更长一些。你是说尸僵的程度？应该是。就是说，最快也要等被害者死了1个小时以后。看来这名凶手第一次处理现场不太熟练啊。哎，2位大师啊，咱们先暂缓学术讨论啊，先看看有什么价值的这个排查线索没有。从视频上来看，凶手是名男性，大概1.8米左右。从他处理尸体和案发现场可以推断出，他应该有轻微的强迫症倾向。虽然他是步行进入现场的，但是依据现场的案发时间和地域环境，可以看出他应该是有自驾的工具。凶手应该不低于40岁。正在或曾经从事着跟刑侦类有关的工作，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四处游荡，应该是独居，或者跟年长的父母同住。冷却期有点长，那也不排除他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因为过长的冷却期可能会让他的犯罪冲动更难以节制，这样犯罪的频率也可能产生变化。照这个范围圈，京港800万人口等着我们排查，能不能把范围缩小点啊？周队，送来的监控视频里查到1辆车，看看去啊。走。周队，法医室怎么走？我想看些视频。啊，法医室那个，我带你去吧。好。伤口有9公分深，这应该就是凶器的长度。如果说凶器至少9公分长，是不是更准确一些？夏阳那本卷我还没有看过，但是海港区这2起，被害人的伤口深度都没有超过9公分。试想，凶手想要利起车窗有颅骨保护的头部，必定会用尽全力。而凶器一旦穿过颅骨，力量惯性自然会导致贯通到底的结果。但凶手不一定是使用身体力量实施的伤害。虽然视频里面看不清凶器，但从持械的手臂来看，应该不是发力的姿态。视频里凶手是用什么东西抵住被害人头部了吗？差不多。应该是某种可以单手持握的压力装置，而且不只能使用1次。那就是电子压力装置。能判断凶器的开封角度吗？尸检是看不出来，但我们还原了凶手击碎的车窗。从视频来看，凶手应该没有时间更换作案工具。如果击碎车窗的和凶器是一种工具的话，应该是某种夹角60度的3棱锥状头。60度角，倒是符合破窗器的规格。我也这么想。凶手很可能是把破窗器改装成了一种依靠电子压力装置驱动的凸刺锥。可惜这对排查似乎也没有什么帮助。谢谢高法医。顿顿，还有一件事儿，这是李迪生的尸检总结。这个给周巡就行了吧？事关重大的案件，还是给能用得到的人才好。
12点47分，东北侧路口。先把牌照记下来，找到车主做下排查。 就这些了。从12点到凌晨2点，经过案发现场周边路口的车一共是17辆。有没有觉得哪辆特别像啊？不好说，先都排查一遍吧。那这样吧，把那个车辆登记给我，我带人去做走访。监控有拍到被害人的车辆吗？什么时候进入现场？还没有查到，有可能12点以前就进入现场了。也可能，凶手从火攻俱乐部就开始跟踪了。什么意思啊？即使凶手随机的选择目标，那他也应该选择人群聚集的场所，确定目标之后再跟随，而不会四处乱逛凭运气。既然凶手可以谨慎到清理现场，那么即便他开车，他应该也不会大意到在案发的时间里把车开到有监控的区域里。那我们把调取监控的范围扩大，同时专门调取火攻俱乐部周围的监控呢？不管怎么说，先从监控里找被害人的车。如果凶手跟踪被害人的话，只要按照被害人生前开车的路线，应该就能找到凶手的踪迹。哎，好了，物证鉴定中心那边有消息了，过去看吧。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哎，老刘，外边都是记者，走车库啊。一起去吧。哎，好了，物证鉴定中心那边有消息了，我过去看看。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好，一起去吧。那我去开车。你让他来干什么？老刘啊，小周可是个当警察的好苗子，正直敬业，能动性强，我可不希望埋没这么个人才。你总说怕他跟着我会出危险，可是事情到了这个阶段，你这个当爹的也总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之前的努力白白浪费吧？如果换做我是他的父亲，我会希望他快乐，默默地支持他，让他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施展自己的抱负。那是因为你啊，没做我父亲。刘队长你好，我是中心研究员范丽云。你好。你们王主任？哦，学校开会，王主任他刚走。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队的顾问关宏峰。你好。你好。请问那个视频处理的怎么样？哦，我们对视频做了高解析度的锐化处理，而且做了像素整合。在音频方面，我们消除了暴雨的背景音，你们看看吧。不好意思啊，我现在看这个不太适应。你也去吧。政务是警察不能回避的。
可以给我们拷贝一份吗？啊，好。我刚才看到视频里凶手所用的凶器好像是个深色的盒子。根据车内环境分析，应该是红色的。那这盒子上面好像有文字吧？也许是商标一类的，这个可以还原出来吗？目前整体视频效果已经是我们处理能力极限了，这种局部还原要等王主任回来之后要探讨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相对清晰的画面做静态模拟，但结果呢，不太好说。那就拜托了，这个线索对我们侦破案子很重要。好，慢走。主任说一声。喂，找到了。你等一下，关老师，昨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被害人的车辆离开了火攻俱乐部，一辆银灰色的捷达尾随，捷达遮挡了前后的牌照。银灰色的捷达，会不会就是凶手的车啊？你看看这停车场停了多少辆银灰色的捷达？如果真是凶手的车，那他还算挺聪明的。干脆啊，让技术队把尾随车辆的视频送过来，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排查特征。哎，你好。呵啊，我不如你，可这既擦去指纹，又不留足迹，车辆也没特征，还折挡号牌。这凶手还披着雨衣，什么线索都没留下。不对，这次他搞砸了。是因为拍下了视频？不只是视频。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17辆车的车主啊，我找到13辆，其他4辆还在摸，不过基本上都已经排除了。如果说嫌疑最大的，应该就是那辆遮挡号牌的银灰色捷达，我看其他都是无用功。喂，你那高参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没有？这不在里边问话了吗？辛苦了各位啊！早上有什么事儿我们再通知你，好吧？还有，海港区支队那个叫韩斌的顾问，你要对他特别留心。我对他不是特别了解，只是从直觉上觉得他是个很敏锐的人，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古怪。捷达车的监控视频已经送去物证鉴定中心了，但是鉴定中心那边在问，在锐化和成像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主要还是车身细节，加深对比度，看车辆灯光是否齐全。对车辆经过泥泞路段的画面，要清晰化处理一下地面上的胎印，看车身细节是否有刮蹭类的事故痕迹，轮圈尺寸。关队，您看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车尾后部是否能够找到用以识别车辆排气量或型号的标识，也就这些了。尽量利用车身的细节缩小范围。好，我这就去打电话。哎呦，师傅，好家伙，这堆记者把门口都堵死了，车都进不来，咱是不是那什么呀？刘长勇，这不他最擅长吗？行。咱们就是对这些记者太手软了。就你上次扣的那个董涵，到现在还缠着我呢。你又被他逮着了。我觉得他可以来咱们这里做跟踪培训。他没问出什么来吧？媒体这样大肆宣扬甚至渲染案情，可能会导致其他恶性结果。周队。车震杀手疑持破窗器行凶，警方获案发视频，秘而不宣，什么意思？这些记者是跟咱们大脑联网的吗？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这儿有视频？说不定，咱们去物证鉴定中心时，也被跟踪了。那破窗器呢？破窗器？不，等会儿，这个破窗器的说法，最早是从哪儿开始的呀？是我和官队在法医实验室讨论过的。都谁知道破窗器的事儿？你，我，高法医，还有这2位。去物证鉴定中心的前后，没跟他们提过破窗器的事儿吗？那这消息怎么漏出去的？我没说，亚楠也1天没离开支队。你看我干嘛呀？韩明今天一直都跟我在一起，你总不会以为是我说的吧？哎，老管，刚才你和董涵没多说什么吗？韩明，你刚才说，如果作案特征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恶性结果？我们最好祈祷这种结果不会出现。能看见吗？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啊？看不见，这也不知道吧？肯定有啊，要不你看那帮警察忙活什么呢？那到底有几个人？来，2人吧。俩人，把这个车窗的细节仔细的拍一下啊。老周啊，我这帮你破案也算引火上身了。你帮我拿一下放大镜吧。你看，这凶手都跑到我们辖区来作案了。我看这车震杀手是向咱们来示威来了，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啊！来，大家配合一下啊！往后靠，往后靠！哎，警察同志，你们只有2人吗？往后靠，往后靠，往后靠！哎，现在没什么好说的，盯住了啊！还有你那边也是啊。那要是1男1女的话，是不是那个父母这才几天？孙子，来了。老关，赶紧看看。哎，董涵，来一下。我不对你动粗，并不是因为你是记者，是因为你是个女人。跟我来吧。哎，想看是吧？来，看够啊！不好意思啊，记者同志，我们周队也是因为接连有群众遇害而感到焦虑。不管怎么说，这一系列案件的凶手已经加快了作案的频率，这是不争的事实。从案件的初步判断来看，作案凶器的特征、被害人的身份以及他们作案的手段，跟之前的4起案件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破案，减少类似悲剧的发生。不过，也希望你们媒体能够如实报道，减少凭空的猜测。至于案件的细节，到时候刘长勇队长会给你们做进一步的解答。好。哎，小王，带他去吧。董记者，请吧。
很明显，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媒体公布的案件特征作案的模仿犯。就是因为这前挡风贴了膜。小郑，来把那个拿过来。你看看这凶器，这车窗不是被破窗器击碎的，而且这车里的2名被害者也不是所谓的车震。从被害者随身携带的证件来看，男的叫徐建国，女的叫曹艳茹，2个人就住在北边的小区里，来这儿应该只是回家前停车。那这2人什么关系啊？民政局登记在册的2口子，夫妻呀！啊，都是遭戳刺致死，凶器应该是边长为0.3厘米的锥状物。凶器倒是一样啊，不太一样啊。之前几案中，凶手使用过的凶器，不管是不是改造过的破窗器，用于戳刺部分的长度应该不超过9厘米。而这次，死者伤口中最长的贯头伤纵深超过了12厘米。很明显啊，凶手只注意了凶器形状的吻合，却忽略了长度。那凶手要是想这回推陈出新呢？即便是如此，也不能改变他明显的作案特征。你们看，这车里一片狼藉，凶手在杀害2名被害者以后，并没有重新摆放尸体，也没有重新整理里面的物品。那我们利用媒体对外声称是同一案犯所为，就是希望这2名凶手能够放松警惕，啊。总比让他们了解更多的案件细节要好得多吧？咱现在不管是不是车震杀手干的，我们辖区内可又多了一起命案。既然不是那个连环凶手所为，那么作为目标的2名被害者，应该是对于凶手来说存在某种指向性，也可能跟凶手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吧。这个案子不难破。那既然不难的话，捎带手给办了呗。这个专案管辖问题是不是得向市局写申请啊？我说老周，你少给我拿支队长的态度啊！我让你帮个小忙，你跟我摆什么谱啊？我跟你摆什么谱啊？我就是担心咱们这专案组的管辖问题，我跟你摆谱。要不这么着吧，咱们都尽力而为，能查多少查多少，能够确定的那个嫌疑人呢就抓。不管怎么着，到了晚上呢，这案子就归你们海港支队，这样也省得上那个市局递申请了，是不是？行，靠谱仗义，靠谱啊！那就这样，先查一下2名被害者的工作关系，还有从这个资金状况和社会背景查起。如果不出意外，这个凶手的动机应该就在其中。行，那咱们提高点效率，分头查，好吧？好，干活。亚楠姐，周队说今天继续由专案组负责跟进这个案子，但他让你今天把尸体转移到咱们队里去。周巡说的。小徐，干活吧。行，好嘞。小雨，小雨，把担架抬过来。好嘞。刘队，周队也让您过去一下。从银行记录来看，1个月以前，曹艳茹就把银行的存款从30万取到了27万。这是官队找到的典当合同，一条卡地亚手链，一块经典款江诗丹顿女表，还有一尊红珊瑚观音像牌件。这3样东西典当价值总共是16万5。半个多月以前呢，以现金的方式将这笔钱付给了曹月茹。我和关老师去了刑天广告公司，发现3个月以前，因公司与城建集团合作的地面广告项目，所以向华夏银行申请了一笔小额的10万元贷款。但是大概2周前，银行就批准了这笔款项自监管账户转至城建集团与刑天广告公司的共管账户名下，但是随后就被刑天公司以暂借款的名义给取走了。公司的财务告诉我们，这笔钱是曹艳茹让他们提出现金并且取走的。这好几十万呢，难道他是打算换辆车？这么大笔钱，我们在他住处却没有找到。
而且也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把钱转到了什么地方，或者转给了什么人。27万，加16.5万，再加10万，这是多少？53.5万。那也就是说，大数是50万。那你们觉得这50万能干什么呀？当了戏的，抄走了贷款，应该不会是买车，倒像笔应急的钱。老夫少妻，难道是勒索？哎，现在甭管怎么说啊，这人也没了，是钱也没了，所以我认为啊，不排除他生前遭到勒索的可能性。韩冰，你觉得呢？啊？我是问你怎么想的。不好意思，刚才没在听。不过，曹艳茹的车去哪儿了？哎，虽然我不沾这玩意儿，但是这 GPS 是个好东西，至少定位起来方便啊。就是这辆。这光找着车也没用啊，关键谁把它开来的呀？那我去保安这儿看看监控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司机。啊，我先去了啊。我觉得应该是2单元。我感觉是3单元。我转了一圈，这辆车只有右前胎上有泥，估计是拐过来的时候要在路边上的泥地开过来的。之所以这么开，肯定当时对面是停了车的，也许就是晚上小区居民都回来的时候，所以他拐过来就停下了，应该就住在离这车很近的地方。你为什么觉得是3单元？3单元楼门口是个很窄的死胡同，好进不好出，进去之后没法掉头，而这边却相对开阔些。就因为这个？不，因为这个。我猜他以前吃过这个亏。哎，这2位大师要是能告诉我门牌号码的话，哎，我赵金城就天天烧高香拜这2位了。这事儿恐怕要麻烦小周了。不是的，我们家没有车。谁呀？小区物业楼下有一辆牌照是港 A4595的红色雪佛兰，请问是您的吗？那辆车可把消防通道给堵住了。你们那又没写什么消防通道，对吧？哎，干嘛呀？楼下红色雪佛兰是你的？什么呀？车哪儿来的呀？我同学借的。哪个同学啊？就我同学啊。你干嘛？动！放开我！你们警察也不能乱抓人吧？动！哎，老周，老周，哎，嘿，够麻利的哈，我这监控还没调着呢。嘿嘿，这小子叫郭灿，自称以前是曹艳茹舞蹈学院的同学，车是曹艳茹借给他的。这车什么时候借你的？就前2天吧。看着不太像。他为什么要把车借你？他可能，反正他平时也不开。
行，那咱换个问法，你为什么要找他借车？周队，关老师让我给您的。哼，嗨，行，这就好办了啊。我们搜查了郭灿的住处，现金只找到1000多，信用卡是透支的，名下也没有任何储蓄账户。哎，那就是50万都花了呗。筹到50万到现在，也只用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如果说都买成海洛因的话，那10个郭灿都抽死了。那就是钱没到郭灿手里。也许他用这钱来买凶杀人。师傅，这小子瘾够大的，2小时还不到呢，嗷的了。给我，给我！没那么容易吧？嗯？对，已经查明白了。被害人曹艳茹为了规避婚前财产协议，和情妇郭灿合谋买凶，杀害徐建国。但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呀？这个曹艳茹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据了解，他们是通过一个叫黄志强的中间人雇佣的杀手。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个姓黄的实施了监控，算是以专家组的名义协助海港支队实施抓捕。好，好，您放心。哎，小妹，哎，师傅啊，刚进去仨，包括黄志强在里面，别的就没什么动静了。但我觉得会不会里面有其他人？这小区还有没有别的出口？全封锁了。行，我去看看啊。周队，宝贝啊，给我来支酒。来给我。辖区内特勤刚给我返回消息，韦伯豪4号楼606的咨询室是个幌子。黄志强可是道上有名的中间商，像他这样的人啊，弄2把喷子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呀，还是老老实实把龟壳给背上吧。哎，免了吧啊，齁沉的，穿上倒躲不开了。哎，老关，你就别上去了，好，你也别上去了，在这陪着老关吧。周队，我们真的不需要申请巡查，还有特警支援啊。2个支队在这荷枪实弹有备而来，再叫增援，不怕是笑话啊！各组注意，疏散楼道的居民，行动！你好，我是楼下业主，你家漏水了，俺家地板都给俺泡烂。我家没漏水。你咋没漏了？漏一宿了。开门，赶紧开门！我跟你讲，不开门我打110了。开门啊，快点！行，等着啊。别动，都别动！别动！别动！扣着。哎，老周，哎，搞定了，搞定了。啊，哎，过来，怎么才4个，还少1个呀？老周，交给你了。
咱们还是别往里进了，抓捕行动毕竟有风险。像你这种水平的人，不干刑侦工作可惜了。我弟弟的案子你知道吗？有耳闻。你觉得里面有什么疑点？案件细节我不清楚。不是因为是我弟弟，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里面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官队问我这些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如果是你的话，应该能看出很多蹊跷。不好意思，官队，漏了一只啊。腿没事吧？哎，我给你喷点药吧。哎，不用，这点小伤过2天就好了。说你越来越不济了啊！这都让人挂彩。不是你还好意思说啊？啊，不都怪你没控制好局面，嫌些这么办？人家就5个人，那上去6个，一人按一半不就完了吗？你还指望我给你腾个缓冲带啊？这他妈老屁股啊，打死都不肯说。探长小弟呢？还小弟呢？那一个个胸大无脑，那胸都短的了都，知道个屁呀！知道。我们从黄世强家里和公司起户的现金里确实有部分连号，而且跟曹艳茹从银行里取出来的连号是吻合的。现在这个人证物证都有了，关键是怎么找到他雇来的杀手呢？哦，这是黄世强的手机，我们发现里面有一条在案发2小时之后收到的信息。给他打过去。姓黄的。喂。那个强哥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那钱你还好意思要吗？啊？废他妈什么话呀！我们活干得那么漂亮，凭什么不给钱？剩下那20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瞎他妈嚷嚷什么？啊？一会儿把警察都嚷嚷来了。哼，不可能，那帮傻逼这会儿正纳闷这车震杀手怎么又杀人了呢，绝对牵扯不到咱们身上。白痴！你说什么？我说你白痴，谁让你把那女的杀的？不是网上说那个杀手从来都是杀1男1女的吗？再说了，我们多杀了一个，又没让你加钱。加他妈屁钱啊！啊！你把雇主都杀了，还他妈好意思要钱啊？啊？你事先也没说他就是……别他妈废话！我告诉你，这买卖算是赔到家了。强哥说了，20万没有，最多10万跑路。啊，拿着钱赶紧滚蛋，避避风头再说。兄弟，你这别跟个娘们似的唧唧歪歪了，银行转账容易被查出来。这样，我拿现金给你，咱找个安全的地儿交易一下。啊，拿了钱赶紧离开京港。
这他妈得盯到什么时候啊？别废话。哎，老关来了。我说老关，你这买贴膏药买到爪哇岛去了啊？这大半夜的药店很难找啊。淤血还没化开，得贴在淤上。就贴这儿就行了。怎么样啊？啊？还有辆黑色的奇瑞在这儿都绕了2圈了。技术队查了他的牌照信息，是个汽车租赁公司，2个小时前刚租出去的。车主是用身份证登的记，所以现在凶手叫什么名字我们都知道啊。总有贼是笨死的，那还不下手啊？哎，不着急，小王他们跟着呢，而且前面路口也都封锁了，跑不了。等他们拿钱的时候再抓人，啊。保险柜，保险柜，保险箱边上停辆垃圾车，你看见没？看到了，看到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赶紧联系向阳环卫啊，车牌号码报给他们，查一下这个车的出境情况。欧了。核实过了，是正常的清理工作。那什么，出勤车辆和出勤人员都准确无误。保险箱已经转移到垃圾车上了，收缩范围。等他们上垃圾车翻钱的时候，我们就上垃圾车里面翻他们。哎呀，这你妈什么味呀！你他妈赶紧上来帮我找啊！你他妈！海港队的案子还麻烦你们长风队了，辛苦你们了。捎带手的事儿，哎，这太客气了。你想呢，在专案组多卖卖力，回头我再给你调2个探组。好嘞，白局，您就放心吧。行，这交接的也差不多了，辛苦你们啊！哎，客气，慢走啊。好嘞，白局慢走啊。你们那边暂时先不要把案件破获的信息对外透露。我跟老白是商量过了，命令肯定是会下的，但要说全支队上下做到滴水不漏，这我可不敢保证。哎，对了，那个叫董涵的，他是在什么媒体？京港头条。这消息都是从他们那儿出去的。目前关注这个系列案件的媒体有很多，但京港头条往往是第一个披露消息的，而且他们的网络电子版也是每天及时更新的。能不能把这些媒体记者给请过来？那感情好啊！一下逮那么多记者，市局就该让我脱衣服了。不，我不是说把他们放在对立面，我是想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合作一下，让他们给凶手散布一下假消息，这样对咱们破案也有利。关队，您这话是说的不错，但是你们也知道，这帮记者可是无利不起早的。咱们现在能给他们什么好处？咱们可以向他们承诺，一旦破了案，就可以向他们全面公布采访和报道。更何况，咱们希望他们帮咱们散布的是凶手已经归案。我想，无论这消息是真是假，也是还是挺有冲击力的，他们应该不会拒绝吧？行，那小周，一会儿让刘队到办公室去。哦。
关队，物证鉴定中心说对捷达车的那个视频有初步成像的结果，问咱们什么时间去看？都这个点了，物证鉴定中心还有人吗？那就明天白天。如果没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叫他们把还原好的视频资料发过来就行了。好。哎，对了，如果不断的扩大调取监控的范围，就不能还原那辆车当天晚上全部的行驶路线吗？不断的扩大调取监控的范围，这个筛查的工作量会呈几何倍数不断的增长啊。从操作层面上来讲，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知道，我就是这么一问。交管局的监控录像一般能够保存多长时间？一般是5年啊，这个还是关队你告诉我的。好，瞧我这记性，岁数大了。喂，华子，我是洪峰啊，想麻烦你，咱们局里能不能帮忙调取一下春节期间案发周围5公里范围内的监控录像？时间是30晚上9点到12点。好，多谢啊。5年前的这起案子，案发地点是在杏林路以西的自由行快捷酒店206号房间。尸体是第2天早上服务员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的。从尸检情况推测来看，案发时间应该是在前一天晚上8点半左右。被害人吕四平，男，41岁，户籍登记地是博物馆西大街，但实际情况是婚后他一直住在妻子的家里，无业。曾因赌博和敲诈勒索被西城分局2次处以行政拘留。自由行酒店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他没有打开视频监控，很难说这是因为凶手的运气好，还是他刻意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基本情况都是来源于酒店服务人员的目击证词。据悉，案发下午2点左右，吕四平携一名穿着日式、打扮时髦、浓妆艳抹的年轻女性来到酒店，并且亲自用身份证登记开了房，但是并没有人注意到女子离开的时间。根据当日酒店的行程安排，在晚上7点到9点的时候，有一大批旅行团入住酒店，想着应该是趁着人多混乱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女子的离开。死者是被勒颈窒息而亡。可以看出，发现尸体时，他是俯卧在双人床还有卫生间的夹道中间。可以看出，他的左腿是蜷曲的，右腿是伸直的。值得注意的是，死者的指甲被清理过，也就是说，死者在被害的时候，很可能因为反抗，所以指甲里留下了凶手的皮肤细胞。就凭这一点，就不是一般罪犯做得出来的。不光是如此，凶手在清理现场的时候，不但清理了所有的指纹，连被害人的指纹也清理掉。而且他还重新摆放了屋内所有的物品。我们现在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是杀害李迪森的凶手第1次实施的谋杀。即便在犯罪标记上非常的符合，可以判断出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可是我们怎么就能确定，这就是凶手的第1案呢？凶手作案后，把整个房间收拾得整洁有序，确认由尸体像烂泥一样卷伏在地上，这体现出凶手对被害人极度的侮辱和藐视。也就是说，只有这一案明显暴露了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情感上的关联。行了，我知道了，马上去啊。市局政治处来了，老刘，你跟记者队盯着物证科，我过一趟，你们继续。哎，我是星辰啊。桂队，刘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市局政治处的马主任。哦，马主任，你好。不用了，你就是支队长周巡。
对，是我。你们分局应该接到通告，要求你们对关洪峰回聘的事情做一说明。顾局长没有跟你说吗？告诉了。顾局第一时间就跟我说了。那个您放心，我们一定在市局要求的时间内递上这份说明。顾局长没跟你说，在事情调查期间，关洪峰不得参加刑侦工作。那个关洪峰是这次案件侦破的核心力量，要是停了他的职，恐怕会对案件侦破的进展会有影响。现在关于这起系列案件的真假消息四处乱飞，除了媒体胡乱猜疑之外，很多都是从你们内部泄露的。不是，马主任，他这个事情吧，他是当时因为不管是谁，事后要查清楚，该打的打，该罚的罚。但是如果像关洪峰这样一个编外的人泄露出去的，责任如何划分？我们有什么权利处罚人家？那等案子破了，所有的责任都往我身上归也无所谓。但是如果现在停了关洪峰的职，那就等于放走了犯人。王主任，您要知道啊，据我们现在了解，凶手已经杀了不下10个人了。你这是什么态度？难道这么多分局抽出的精英组成的专案组，到头来只有关洪峰一个人会破案？马主任，您的电话是海港的白局。喂，老白。哎，我说老白可以呀，一个电话就把马主任搞定了。哼，你们队帮我们破了个大案子，让老白帮你们说几句话，也算是礼尚往来嘛。老关，我该做的可都做了，底下看你的了。已经不止了。我们查到这个吕四平曾经因为敲诈勒索，被西城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过。当时有个共犯叫高亮，笔录上说是他的发小。找到了，这个高亮去年因为寻衅滋事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目前正在京港3监服刑呢。那得了，咱俩去探个监呗。走。带上我吧。哎，那我怎么办？哎，张同志，那我这儿算不算有立功表现啊？还想接着抽吗？哎，就那么一说。四平是我发小，这小子屁股上哪边长了痣，我都知道。您想知道什么，尽管问。你们俩因为敲诈勒索被拘留过，说说当时具体情况。嗨，当时哥俩就是冒充联防，抓点那个打野炮，这个搞破鞋的。干了几起啊？别提了，一次都没成。你这哥俩当时也不知道啊。08年那会儿就已经取消联防编制了，一次都没成过。我是没成，四平好像是成过一次。有个家伙跟老同学在车里打快炮，正好被四平逮个正着。那家伙可能是怕丢了工作，或者是怕老婆知道吧，不但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四平，连手表都撸下来了。那男的好像是个什么大学的老师，反正后来四平又管他要过几回钱。那人开的什么车？这个他好像跟我说过是富康啊，还是巴菲特、捷达、凯文瑞。对对对，捷达，捷达。凶手很可能就是吕四平当年冒充联防捉奸在床的那个男人。这小子被捉了奸，又被讹了钱，
回头杀了吕四平可以看作是报复，可他为什么要继续杀车内幽会的男女呢？周队，能麻烦您开下灯吗？我想再看看案卷。如果像高亮所说，凶手从事司法类的工作，当然，这和他目前所掌握的反侦查技巧也十分契合。那么他在被捉奸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体验到了那种被曝光之后的屈辱感。杀了吕思平，只是种单纯的报复，但这并不能完全抹去他屈辱的记忆。所以他在随后几年间专门寻找车震男女下手，很可能就是一种情景还原式的倒置体验。哎呦，哥们儿，忒深了，听不懂。说白了，他一次次杀害在车里偷情的男女，也是试图抹杀当初那个屈辱的自我。变态就是变态，啊，想法还怪匪夷所思的。呀，这都7点多了，咱们回队里之前先在外面吃个饭吧。没问题啊，想去哪儿？长风这边我不熟，关队有什么推荐吗？老关啊，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了啊！你就带咱吃这个，这要传出去，不让人海港支队人笑话吗？我还不知道你吗？出门兜里都不超过100块钱，你能请我们吃什么？我告诉你，今儿随便点，刷卡。不好意思，老板，我们这儿不能刷卡。不能刷卡啊？对。你看你找这地儿，卡也刷不了。啊，你们先点着菜，我上个洗手间。哎，不是老关，周队。哎，不能刷卡，可以用支付宝，大店小馆都可以。啊，对，有啊，值。哥，没事吧？我们被发现了。被谁发现了？周巡。韩冰，那个韩冰，识破我们了。你怎么也来了？别这么没日没夜的。有这空闲，应该回家休息休息。大家都在坚持，我也不能开小差。找到了。是这个吗？对。我来吧，高哥。让一下。应该就是他了。
房卡。你确定那韩冰发现咱俩的事儿了？不但发现了，而且一直有意无意的在帮我们。为什么呀？哎，你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摸不透。怎么讲？虽然从犯罪心理的侧写理论中，刑侦人员可以模仿罪犯的思维结构的方法是存在的，但是杀了吕思平，只是种单纯的报复，但这并不能完全抹去他屈辱的记忆。所以他在随后几年间专门寻找车震男女下手，很可能就是一种情景还原式的倒置体验。在实际的侦破过程当中，完全纯粹的站在主观的立场出发，揣测某种反社会人格的思维模式，其实是很难实现的。这你不也能做到吗？常年在一线工作的刑警，如果具备比较前沿的学术水平，是可以实现这一点，但他也要经过非常严谨的推测和理论。但是他不一样，他完成的太过轻松，太过写意了啊！你的意思是说，他完全就是本能的思维？那这个韩冰跟那个变态杀手属于一种人？不知道，总觉得他很难猜测。我们可以不特意提防他，但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对了，有个事儿我一直忘了问你。媒体知道破窗器的事儿，是你透露给董涵的吗？我说哥呀，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呀？我告诉你啊，别说什么破窗器，我什么都没向那个董涵透露。哎，你要不信的话，那天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刘英就在吧台，要不你去问他。如果不是你跟他说的，那知道这个事儿的人就只有……把大家都叫过来，是因为这一案件的一系列的核心事实，只有咱们这些人知道。我想郑重地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一定要诚实地回答我。有关于凶手的凶器有可能是改装过的破窗器这个说法，你们有没有向别人透露过？不光是媒体啊，也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这一天天的加班都加疯了，都没时间见什么亲朋好友，能跟谁说呀？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知道这件事的，除了我们，就只有凶手本人了。这就是说，凶手故意对外散布案件细节，吸引其他的凶手模仿作案。不管这是不是他的动机，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他确实达到了目的。我查了一下，媒体方面最早报道破窗器细节的，应该就是京港头条的网站新闻上。也就是说，凶手很可能是通过某种途径，跟这家媒体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把信息传达给了他们。老刘，把董记者请来吧。行了，没事了，散了。喂，哎，老张。哦，监控都调出来了，啊，多谢多谢。不用不用，我过去找你吧。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啊。好。我去趟交管局，看看监控里边能不能找到咱们想找的那辆捷达车。啊，哎，正好，给关老师开车。哦。这傻愣这一天。哎，不是你跟你们队里人说过吗？ OK。那天给你的资料看了吗？啊，看了。亚楠，我替他谢谢你。
不过这个案子好多人盯着呢，你尽量别搅进来啊。2份都看了吗？看了，我再研究研究。行吧，董局长。嗨，董记者，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之前多有冒犯。其实话说回来，我不是凶手，你也不是杀人犯，我们都是站在犯罪的对立面，应该属于同一阵营啊。坐下谈，来坐。非常感谢你能赶过来协助我们工作。这次我们想找你核实的情况，关系到能否将凶手缉拿归案。周队长，我们做媒体工作的有自己奉行的原则，但心里面跟你们一样，都希望能够抓到凶手。只要对破案有帮助，我们一定尽力。那先感谢了啊。关老师，您从交管局拿的是？喂。喂，老关，你在哪儿？哦，刚从交管局出来，正要去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中心？上次从那儿取的 U 盘有点问题，有几张照片拷不出来。刚才打了个电话，王主任正好在，所以我们再过去一趟，打算重拿1套照片出来。老关，董记者告诉我们，关于凶手使用的可能是破窗器的信息，正是他们在物证中心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名女性员工透露给他的。很可能就是那天接待你们的那个范丽云。难道说，就算范丽云不是凶手，他也一定会和凶手有某种关联。现在他手机关机了，我们查到了他的住处，正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们现在要不要马上过去？不用，你正好通过王主任了解一下这个范丽云的信息，咱们保持联系。好。找到真凶了？关队长，你好，王主任。不好意思啊，没想到光盘会出问题。这回我拷贝了2份，一份在光盘里，一份在 U 盘里，耽误你们工作了，实在不好意思。多谢啊，真是不好意思，这么晚还给你添麻烦。没事，正巧今天我值夜班，你们昼夜奔波，那才是真辛苦啊。王主任，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您这一位叫范丽云的同事，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她的情况？范丽云，哦，她是在我们这里工作很多年的老研究员了。怎么了？我们现在正在怀疑她向媒体泄露了一些只有凶手才知道的作案细节。范丽云她结婚了吗？应该结了。年会的时候，她丈夫还到我们中心来过。王主任，这辆捷达是您的车吗？范丽云在接受董涵采访前，曾向王志革打电话请示过。王志革告诉他，可以把警方告诉鉴定中心的案件细节透露给媒体。据范丽云透露，王志革在工作当中对员工几乎是强迫性的规定，包括物品摆放的位置、垃圾的处理，还有文件的排序，甚至是电脑文档的编号。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在门口他和关队握过手。
可是进了办公室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回来的时候，他手上有洗手液的味道，这说明他仔细的洗过手。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再次握手。他那辆银灰色的捷达汽车是他自己买的，一直是他一个人用。据员工回忆，他那个倒车镜上应该有一个挂件儿，但是我们在搜查这辆车的时候没有发现。哎，那他的车搜过了吗？都快拆散了，什么也没找到。遮挡号牌那块布和破窗器都没有找到，清理的特别干净。有可能，他们是有别的安全的可以藏这些东西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扔掉了。也就是说，我们把人给摁住了，但就是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已经派人去他家搜查了，现在小王正带着他的爱人回警队来接受询问，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帮助。法官，能不能拿下他的口供？王志革属于有较强反侦查能力的暴力型罪犯，在抓捕现场，他既没有逃匿，也没有拒捕，长期从事鉴定的工作。他很清楚，即便我们控制了嫌疑范围，控制住他，他也没留下任何可能会给自己定罪的证据。不管怎么说，我们还能扣押他48个小时。老郑，这点小事儿就交给我吧。行，给你个机会。真难想象，这个凶手竟然离我们这么近，而且他看上去也太正常了。哎，关队，正好，王志革老婆叫唐莹，啊。哦，是这样，我们刚搜他们家的时候，发现这个王志革把家里收拾那叫一个干净，而且据他老婆说，他平时的确有一定程度的那个洁癖，还有强迫症。啊，再有就是，5年前这个吕四平抓到他嫖妓的时间，正好是他老婆怀孕，只不过就是他老婆怀孕4、5月左右的时候，胎儿不发育了，所以就做了一个引产。啊。还有就是这些年，他老婆并不知道自己的老公呢是在外面杀人，对5年前王志革那个遇见贾金房的事儿也是一无所知。这么多年来，您从来没有发现您丈夫有什么异常之处吗？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除了一直不停重复这句话，你就不会说点别的？你让范丽云透露给记者的信息，只有凶手才知道。事到如今了，大老爷们做事儿，敢做敢当啊！无端揣测凶手使用的凶器是我不对，啊，把案情透露给记者也确实欠考虑，但是这都不算是犯罪吧？怎么，老婆一怀孕就管不住自己了啊？不过我也奇怪了，你说像你这么爱干净的男人，怎么能受得了那种脏兮兮的女人呢？啊？哎呀，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逍遥法外，我告诉你啊，
我们还会找到自由行酒店的员工，让他们指证你。我们还会调取全金港所有的监控，到时候一定会找到跟你有关联的视频。你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不会给你任何无谓的希望啊！你杀了9个人，等待你的只有法律的制裁。杀了那么多人，你的良心上就没有一点自责和不安吗？啊！怎么，受不了别人碰你啊？我告诉你，一会儿我们就把你从这儿带走，送到看守所。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那里有几10个人、上百只手在等着你，你迟早会招着你。嗯。没错，这小子不但有强迫症，还有洁癖，我一碰他就受不了。估计在看守所里边待48个小时，他应该扛不住。我可没你这么乐观。他能接连杀掉这么多人，并且每次都冷静地摆放尸体、清理现场，他没那么容易崩溃。对他上下其手，只是讨了点心理上的偏好，不能让你取得给他定罪的供述。人摁住了，找不着证据，这也太可笑了吧！啊，被害人的车、他的车、他的家、他的老婆，还有他本人都在我们手里，挨个搁到显微镜底下看，我就不信找不着证据。那如果我们48小时之内找不到给他定罪的证据的话，那就把他放了呗，看看他下次作案的时候，咱能不能抓个现行，好不好？废话了。如果没有证据，真的要把他放了。要是所有证据都找得到的话，这世间就没有悬案。收工吧。师姐，找到什么线索了吗？脚垫和座椅套几乎都是全新的，很难找到什么线索。不过还是要试一试。明天让高哥他们把设备都搬下来再说吧。今天就先回去，早点休息啊。回来。找不到证据。我这点能耐可没戏，下次你去的时候看看能不能给人带点惊喜啊！你不是审人挺有一套的吗？像王志革这种在作案之后还可以一丝不苟清理现场、摆放尸体的暴力型罪犯，心理防范机制一定很健全。想要拿到他的口供，希望很渺茫。你跟韩冰才是孪生兄弟吧？他也这么说。几乎连词儿都没变。那次我去物证鉴定中心，确实没有发现王志革洗过手，弄不好，韩冰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他有点不对劲的。这大概也正好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戳穿我们。怎么讲？他在看戏。看戏？对，看戏。无论是王志革还是我们，他都在看戏。他似乎更愿意置身事外，做一个旁观者。你们这些神人啊，我真是摸不透啊！哎，对了，亚楠上次说给了你2份报告，你怎么没给我看？
第2份报告。他这么跟你说的？对呀，他说给了你2份。看来他是在试探我们。试探？他只给过我1份，却跟你说2份，就是想看你的反应。他应该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那现在既然里头都穿帮了，要不就跟他摊牌吧？在他挑明之前，这个戏还得演下去。多一个人知道，就会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关老师，海港支队的人呢？昨儿把王志革送进看守所，今儿得把他押回来。老赵怕路上有什么闪失，亲自押车去。剩下的人都忙活着找证据呢。目前2个支队撒出去将近10个探子，去查这个王志革5年前的老同学。到目前为止，任何结果都没有。我估摸着王志革说的这个老同学，估计就是忽悠吕思平的一个说辞。自由行酒店的工作人员找着了吗？找着了，估计也没什么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安排指认了？当然，等王志革回来，当然要指认。虽然我不抱什么希望，可是就算他不在，我们可以拿照片给他们看呀。照片指认至少得10张以上，真人需要5个。但是我就没觉得他能从这5个人当中认出王志革来，更别说人数翻倍了，没戏。以王志革作案的一贯作风，他进入酒店之前肯定是乔装过，掩盖了自己的体貌特征。哼。那个和吕四平开房的女人呢？是不是唯一可能认识那个女人的吕四平已经死了？找到她就更没有希望了。关队、周队，找到了，证据找到了。织物残留。对，我们在驾驶席的脚垫背面找到的。这是21支精梳纯棉线，跟长矮内裤的材质一模一样。而且您看这儿，还有血迹。DNA 的提取和对比也需要时间，不过从血型上来看，血型上和长癌一致。齐活，这回定死就是这孙子。看样还赖。老赵，不错啊，越来越好了。怎么了？辛苦辛苦，哎呦，总算能透口气了。差不多了。这天天的老流眼泪。我给你看看。傻眼？什么傻眼？疲劳过度。对不起，这个物证恐怕不能用。昨天把王志革接回来以后，我特意去了物证室，取了被害人的衣物拿下来，跟车里的织物做了比对。可能当时我不小心掉下来的吧，让大家空欢喜一场，不好意思啊。老关，你怎么会？怎么？难不成你还想将错就错啊？我跟你说啊，要想做证据呢，不难。我可以帮你做个更逼真的。我没听错吧？什么玩意儿？
关队，当年在房卡上检验出了4组不同的指纹，但是没有王志格的，对吧？对，放着吧。服务员做过指认了吗？服务员指认出5年前是小汪入室杀的吕四平。哎，要不是王志格在押，我还真有心把小汪送进去。哎，没关系啊，咱们还有1天的时间，海港支队所有的人都撒出去了，找那个和王志格搞破鞋的女人，没准啊，抓到她又能怎么样呢？啊？不是，你找到的话，就可以问明白他们和吕四平之间的关联，然后我们就可以，然后就能证明是他杀了吕四平，还有其余那4段。那我们总得干点什么吧？啊，老关。对了，老关，你跟我说实话啊，你确定那个线头是你昨天不小心掉在车里的？你确定为了给他定罪可以不择手段吗？嘿，这儿搞的，吓人服了。对不起，高老师，我只是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给他定罪，万一有一天，我是说万一，我们发现真凶不是他，那该怎么办？可是关老师，您昨天不是说……我说过我会给他定罪，但要通过正确的方式以及合法的途径。王志格是个比较少见的个案，他之所以能多年连环作案，很大程度得益于他参与物证鉴定工作所完善的反侦查能力。但洛克尔物质交换定律告诉我们，只要进出犯罪现场，就一定会发生犯罪人与案发现场之间的物质交换，他也不例外。说起来，这么清晰的视频还原，还是出自王志格之手，真是讽刺。5年前，你被勒索，给你的内心烙下了创伤，于是你开始了强迫性的杀人，来抹去你内心的屈辱感。这些年过去了，你的屈辱感抹没抹去我不知道，但是你他妈杀人的技术越来越熟练了。你利用专业上的优势，消除线索，甚至给出误导性的信息，使你的案子成了他妈悬案。这使你的内心越来越兴奋，你越来越膨胀，同时你也越来越空虚。直到你看到媒体把李地森的案子炒得沸沸扬扬，你依然坚信你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你甚至亲自给出信息，来给我们警方和媒体。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别他妈天才？你是不是觉得你做什么都天衣无缝？你是不是觉得你甚至给出再多的信息，我们也定不了你的罪？我告诉你，你想错了。我们已经确定了，你就是杀害这9条人命的真凶。证据呢？你注意到他的手指了吗？
这是什么？把他手铐打开。啊？给打开手铐。轻点，轻点。废他妈什么话！谢谢关队长啊。按住他左手。你这10年来，你有摘下过这枚婚戒吗？放开我！刀！别碰我！拿开你们的脏手！放开我！啊！别碰我！啊！好像也没有什么血迹残留。没关系，有这个就足够了。真是个好人啊！哎呀，干得漂亮啊！戒指内圈里面有被害人的血迹，这证据啊，再死实不过了。市局那边给我来过电话，对咱们专案组的效率非常满意。说实在的，关队啊，看来你想走啊，也走不成了。哟，董记者来了。老刘，还是你接待一下啊，确保董记者在京港头条第一时间发表案件的新闻。行吧，董记者，辛苦啊。压力就是动力，能这么快破案，真的感谢你们了。这可是我们集体荣誉啊！你得如实报道啊！这次啊，能有机会和您一块办案，我赵新成真是受益匪浅啊！希望今后啊，咱们能常来常往啊！客气。这次跟关队学到了很多，谢谢。该说谢谢的人是我，以后有事多联系。再联络。那行，老郑，咱们先撤了啊！哎，别撤，一块吃个庆功宴什么的啊！哎，老关，你放心，我一定会在专案报告上把你从头到尾捧得像朵花一样。而且老刘说了，市局对你这次在专案中的作用一直都是有了解的，所以态度缓和了很多。董记者也答应咱们在舆论上支持啊，完美。走，吃饭，吃饭。再等一下吧。还等谁啊？再等一个推测。等一下。唐女士。我们在您丈夫实施的第1起案件中，发现了一枚房卡。虽然他清理过现场了，但这张房卡是吕四平开门以后留在墙上的电源插槽里的。你丈夫在勒死吕四平之后，显然不需要把它带走，所以这张房卡就成为了案发现场留下的唯一没有被清理过的物证。我们在这上面发现了4组指纹，但没有1组指纹是属于你丈夫的。甚至也没有1组指纹是跟吕四平的指纹相吻合。根据当时酒店服务员所描述的，吕四平是和一名女士去开了房，他使用的是自己的身份证登的记，而接过门卡的就是那个女人。这个案子一直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就是谁给你丈夫开的门。所以不甚冒昧，唐女士。麻烦你留一下指纹，我们也好做个比对。